我最近去參加東東和三七的婚禮了，作為他倆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們的婚紗照做成一個5210塊的純手工拼圖送給他們。但是這拼圖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點沒趕上他倆婚禮。剛開始我是想給他倆做個紙質拼圖，所以前幾天我們一直在研究怎麼把紙殼做成硬紙板。但是忙活了幾天，我發現做紙板根本遙遙無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廁紙，而且我弟嘗了一口，就連味兒都是一樣的，我當時都崩潰了。我心說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紙質拼圖就研究出個紙，完了還是側的。所以後来我就想給他倆做磁吸拼圖了。我打算用1毫的軟磁貼粘上1毫的卡紙板，組一個1.2米乘1.8米的大畫板，然後把他倆的婚紗照畫到這上面。但是這畫畫起來實在太折磨人了，這裡邊頭髮、眼睛這種細節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養樂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筆一筆畫出來。我後来數了一下，這畫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畫了7萬來筆。然後在空白的地方，我們畫了幾個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網最深的記憶點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畫到最後我們一共熬了5個大夜，那後期我仨對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連那老補心丸我們都開始一板一板吃了。這活幹得太費命了。後來裁塊的時候，因為實在是沒法裁成拼圖形，就都讓我們給裁成不規則的滾刀塊了。但是裁的時候撒了好多紙屑，家裡整的賊亂。好在之前在抖音商城雙11好物節買了個天可智能洗地機，恒阳活水洗的賊乾淨，而且還是超長續航。我買的時候到手才2000多。現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買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一件立减不用湊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價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後裁拼图的時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塊，那每一塊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後折了個中，我們給它裁成了2999塊，而且裁完之後，我們又把整個拼圖都拼上了，給他倆照了個相。我說但願這不是他倆唯一一次看到這個拼圖的全貌。最後打包的時候，我還給他倆做了個100年好合，但是因為整個制作過程比較趕，就導致我倆去送拼圖的時候非常極限。我倆抱着這20斤的拼圖，從哈爾濱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給那鞋底兒都要摸出火星來了。好說歹說算是趕上了，然後給他倆講解了一下這個拼圖的構造。我估計有這麼個大玩意兒，他倆的婚後生活應該就不會無聊了。就我做18天就得拼，哥多少天？18天。但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們同學過2天就要領他爺他奶上三亞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爺他奶年齡大了，坐不了飛機，只能坐火車。哎呦，我哈爾濱到三亞坐火車，我說哥們，你這趟是押標去了呀？老話說上車餃子下車面，所以這頓必須得有烤包子呀。這包子剛開始餡多了，完就使勁往裡包，後來覺得餡不多了，就加了點洋蔥。再後來啊，餡裡沒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倆洋蔥餡的。完，我们同學含着眼淚跟我說走之前我能不能點2個菜，一個是你給你奶做的肘子燴飯，還有一個是你前老丈人給你做的那個廣式給包。真的，就他那個眼神真誠又篤定，我一下沒整明白，我說你是要走啊還是要走了？我說咱今天吃的是飯呢還是席呀，哥們兒？我弟說哥你別跟他生氣了，你看看我點這倆菜，他點的麻辣拌、剁椒魚頭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從來就不願意吃那老爺們吃的東西，你發沒發現？還給他準備了1箱整整9盒自嗨鍋，都是趁現在拼多多雙11花1塊錢搶的。這毛血旺自熱火鍋賊入味兒，還有梅扣和沙牛飯都嘎嘎好吃。鏈接我放評論區了啊，你們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們爺仨得坐4天火車，我都怕這1箱不夠啊。來吧，吃上家了，走飯、紅肉、山排湯、澆頭、碧蝦、烤包、醬煲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這小子說這頓飯還有一個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說幹啥呀？你要上三亞開飯店去啊？他說不是，主要從來沒單獨和他爺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頭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門平事的手藝。買了這麼些東西，爬那麼6樓，這裡現在睡得跟死豬似的，連門都敲不開。我去！我要天天跟他生氣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時候也尋思，別跟他一樣，萬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尋思，就他這個活法，我得找他剪。我比他大1歲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媽便宜不還是讓他剪了嗎？又聞味醒的呀？要不是我也沒吃飯，我絕對跟他拿東北大抽醬炒。真的，我是萬萬沒想到啊！倆人在家，我還得他媽咬着手機拍。哎，你把那個土豆泥給我倒了，這去。你幹啥呢？你不让我整土豆泥嗎？你當然，你嘴裡嚼的啥呀？糊啊！你可太他媽惡心了！醬蛋、辣五、
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饭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應該出去跑1小時，但是我能堅持5分鐘嗎？姑啊，你兒子都樓了，還不要老二嗎？哎呦我這一大鍋誰能頂住啊？我其實除了枸杞，還有一個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媽的弟弟的兒子的媳婦家孩子。他說好長時間沒擦大哥了，今天來看看我倆，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來，說串門不能空手。哎呀。上我家拿茶葉的不少，帶茶水的真是頭一個。我昨天問他想吃點啥，他想到早上3點多告訴我鍋包肉、魚香肉絲、麻婆豆腐和雞公煲。我說哥們就這麼幾個快餐店的菜，那至於想到天亮嗎？他說哥呀，我不到這個點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。他內心的聲音其實就是蓋飯，但他哈喇子盡頭應該就是我這鍋大骨棒。我一個沒看住，他把我準備炒回鍋肉的五花肉全扔裡了。我現在覺得這點蔥綠的恰到好處。完了，我問他是否小酌，他說還是喝茶吧，20來歲該養生了。這焙火燃茶是無糖的，用的還是大紅袍，特別純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願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膩。然後他跟我說，你家肯定有豬油，能不能給我來一碗豬油拌飯？真的，我懷疑他這300斤體重裡起碼有200斤是心眼子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豬飯、魚肉、鍋包、五穀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黃雞、牛滑，還有他要啄一下的燃茶，還得說胖子會吃，這白肉蘸點蒜泥，當時給我香迷糊了。我又來了一碗麻婆豆腐蓋豬油拌飯，這香味活該得想到天亮。完這小一口大骨頭，一口燃茶呀，因為這每瓶有11克膳食纖維，他喝完了能刮過肚子裡。你瞅他吃這麼香，我說你說句實話吧，是不是家裡有啥狀況供不起你了？他說哥呀，我媽在家只給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點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媽在家吵吵了，他倆一個想出去吃，一個想在家吃，然後在僵持階段，他倆幾乎是一起說的，讓你兒子回來做唄。你說這人退休了能閒成這樣啊？2口打仗6孩娃。我回來一看，羊蝎都換好了，我也沒整明白這是什麼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這倆人啊，就屬於在水塘裡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這肘子，我說咱今天烤一次試試唄。我媽說我幫你扎眼吧，還解恨了。我說媽，你別這樣，我一貫勸分不勸和呀。這個醬湯羊蝎子是一個老師傅給的方，他說他們飯店靠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帶着方子出來單幹來了，第2年就倒閉了。這條魚眼肚瞪那麼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為啥，下的粉條給它一起撈了，這個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。這灶這麼站着，啥時候能吃上飯呢？好在家裡有一個真米吸出機，設置好時間和溫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業級味道。你想要幾分熟就能幾分熟，而且還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別猛火爆炒，讓你的飲食更健康。我媽說頭2天燉只雞才25分鐘，我說媽，我這蝎子撈了快2小時了，你早他媽尋思啥了？我媽告訴我父債子償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蝦炒白肉、醬蟹、肉芽、飛牛、磨茄、鬧大眼。我怕他倆吵吵，我吃飯给我姑都找來了，然後又把我弟貢獻出來了。這娘倆舍命陪我媽喝呀。後來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倆真辦事啊，啥也別說了，我以後對我姑父好點吧。我最近特別想吃豬肉脯，但是我看外賣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雞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個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還怕他們用的都是邊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豬回來。我想看看這100%豬肉含量的豬肉脯在家做成本多少錢一斤。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市面這些產品，我發現最優質的豬肉脯應該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複雜。我們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麼在不加澱粉和食用膠的情況下，把這些小肉片最後能烤成一整整大肉片。這中間試錯了無數回呀，有一單因為风乾時間太長了，烤完吃一口差點沒給牙崩掉了。但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為豬長得並不隨人願，一條豬腿上適合切片的肉其實就那麼幾塊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麼做肉脯的。我發現好吃的關鍵是肉餡得剁，不能攪，這樣才能保留更多的顆粒感，並且在捶打過程中讓肉自然的產生一些膠質。這70多斤肉我們整整剁了1天，給耳朵都震聾了，然後還得再調味攪勁兒，幾天都沒咋睡呀，那只能說是功夫不負有心人。終於在第3天的夜裡，我們成功給我弟幹出高血壓來了。
後來說讓老嫂們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開個箱。我最近錄的視頻太多了，手机內存都不夠用了，就新換了个 OPPO Reno9，512G 的大内存大容量，以後終於不用在拍新視頻之前先清一遍手機內存了。而且這手機用起來特別流暢，16G 的大運存，用4年都不卡頓。然後這肉餡需要給它擀成整張的形狀再烤，但是最經典的金錢幣形狀我們沒買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裡的水管。不過這純手工的金錢幣效率實在是太慢了，我們拍了一宿才拍了300多個，給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尋思這不經典款嗎？怎麼幹出一種限量款的感覺呢？這肉脯據說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溫慢烤10小時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這麼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燒高香了。所以我買了個烤燒餅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給它烤到8分熟，然後再上炭火。這大家伙一來，那效率一下就上來了。而且我試了一下，這麼烤和純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沒什麼差別。後來炭烤的時候我還加了點果木，這肉本來就是鹹甜口的，現在又裹了一層果木煙燻的香氣，這吃一口口感可太豐富了，感覺滿嘴都是香味。然後我算了一下，因為在家做不用考慮邊角料的損耗，最後它的成本合到42塊錢一斤。這肉脯我們後來又晾乾了一天，現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別有嚼勁，吃這個太爽。特別是最後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後，在嘴裡嘬吧那點油和味兒，這時候再抿上一小口熱水，我天，絕了朋友。